阿哲和小薇是大学最好的朋友，无话不谈，熬夜打游戏，一起旅行，彼此心事第一个分享的人。毕业后，阿哲进了外地的公司，小薇留在家乡。刚开始，他们还常传讯息、讲电话，聊住彼此的新生活。但慢慢的，阿哲的生活节奏变了，加班、应酬、拼升迁，小薇则创业，忙到天昏地暗。有时阿哲传了讯息，小薇要好几天才回；有时小薇想约吃饭，阿哲不是出差就是临时有事。彼此都明白，不是谁不在乎了，而是彼此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了。某天，阿哲发了一条讯息：最近怎样？好久没见了。小薇隔了2天回：挺忙的，改天再聊。阿哲盯着手机看了好一会儿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最后他也没有再回复，那条讯息就成了他们之间最后的一句话。还会再联络吗？这句话常出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当我们发现曾经亲密的朋友或伴侣逐渐从生活中淡出时，这样的疑问便浮现心头。从每日的热络联系到逐渐的冷淡，这是一段关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过程，却也最容易让人心生感慨。是彼此的距离拉开了友谊的裂缝，还是生活的洪流无声的带走了曾经的默契？从熟悉到疏远的过程，回想过去，总有那么一段时光，你们形影不离，聊着彼此的梦想和烦恼。那是一段纯粹的岁月，无论是学校走廊、咖啡馆角落，还是深夜的讯息框，似乎都充满着对方的影子。那时候联系是如此自然，几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触发长时间的聊天，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情。你们会分享彼此生活中的每个细节，甚至小到一件买了什么新衣服的事都值得一提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活变得忙碌，你们的联系也逐渐减少。起初是因为一次忘了回复的讯息，接着从每天聊天变成了偶尔联络。有时候你打开对话框，心里想着要说些什么，却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。那份曾经的热络渐渐被生活的琐事和新的圈子稀释。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打扰？这种念头开始悄然浮现，你犹豫着没发出讯息，而对方也不再主动，两个人的默契从彼此关心变成了彼此沉默。最后一次联络或见面，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戏剧性，只是一句下次再聚，却再也没有下文。当你发现对方的生活动态完全陌生，照片里的朋友和场景都不再熟悉，你们的人生像2条分岔的道路，越走越远。这不是谁的错，只是自然的过程。从熟悉到疏远，不是一瞬间的决定，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忙碌的生活，不同的成长方向，新的兴趣与圈子，都可能让关系变得疏离。与其说是一种失去，不如说是生命里的自然流转。有些关系淡了就是淡了，勉强维持只会让双方都感到疲惫。懂得接受疏远的过程，也是成长的一部分。这段关系或许结束了，但留下的回忆仍然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一部分。不打扰，关系最美的回应。人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刻，曾经亲密的人渐渐变得疏远，从每天的讯息无话不谈，到后来的客套寒暄，甚至是无声的静默。这种疏远不一定有明确的原因，但它就像河流慢慢改变了方向，无法回到从前。此时不打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，既是对对方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体面。爱与情谊不该成为束缚彼此的枷锁，学会放手，才能让关系保留一丝美好。阿文和阿婷曾是无话不谈的挚友，但随着彼此生活的变化，他们的联络越来越少。阿文试图重拾过去的亲密，却发现对方的回应总是简短而生疏。最终他选择不再打扰，把那段友情留在最美好的记忆中。有时候不打扰并不代表不在乎，而是深知打扰可能带来更多的压力与负担。对方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朋友，你的关心可能成为一种无形的束缚。此时选择静静退出，是一种默默的成全。
当你选择不打扰，你也在给自己一个机会放下。执着于过去的关系，无法让你真正前进。只有学会放下，才能拥有重新开始的空间。与其苦苦维系一段已经走远的情感，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当下，关注那些真正珍惜你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过多的打扰只会让关系更加疲惫。关系的远近是一种常态，不必过于执着。与其强求现在的联系，不如把回忆留在最好的时光。不打扰是一种体谅，也是一种智慧。它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成全。关系的结束不代表否定过去，而是让回忆停留在美好的时刻。学会不打扰，你会发现人生的每段关系都有它的意义，即便走向终点，也值得感激与珍惜。懂得放下，珍惜当下。人生中，我们经常执着于过去，无论是未完成的梦想、逝去的感情，还是曾经的遗憾。这些执念像沉重的行囊，拖累我们前行。如果不懂得放下，过去的阴影只会掩盖当下的阳光，让我们无法享受眼前的美好。放下并不代表忘记，而是选择与过去和解，不再让它影响自己的情绪与行动。小晴在分手后花了整整1年时间纠结于前任为什么离开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看到前任和新伴侣的合影，心中泛起的不是痛苦，而是一种释然。她终于明白，抓住过去的她，错过了无数当下的幸福。她开始学会放下，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与朋友身上，迎来了新的人生篇章。当你放下过去，你会发现，当下是如此值得珍惜。无论是亲人的陪伴、朋友的笑声，还是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蕴藏着幸福的可能性。珍惜当下，并不需要轰轰烈烈，而是用心感受生活的细微之处。小丽是一名忙碌的职场女性，总觉得生活缺少意义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的父亲突然因病住院，这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她不再抱怨工作压力，而是感恩自己能够负担父亲的医疗费用，不再忽视与家人吃饭的时间，而是用心交流。他发现当下的每一刻都充满了值得珍惜的意义。学会放下，不仅是对过去的释怀，更是对自己的善待。学会珍惜，则是对当下的礼赞与感恩。当我们放下过去的包袱，珍惜眼前的每一刻，人生的幸福感将随之而来。小雅和小文是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，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生活中的大小事，彼此总是彼此的支持者。随着毕业后各自进入不同的工作领域，两人的联系渐渐少了，彼此的交流也开始变得疏远。最初他们还会偶尔聚会，分享彼此的心情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聚会变得越来越少，对话也不再如以前那般充实。有一天，小雅试图联络小文，询问是否能一起喝杯咖啡，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冷淡且简单的拒绝。那一刻，小雅感到心中有些许失落。她想，为什么曾经那么亲密的关系会变得如此疏远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渐渐明白，这并非是谁的错，而是每段关系的自然变化。两人生活的轨迹不同，时间的推移让彼此渐行渐远，而这正是成长的一部分。人际关系如同一场旅程，有人同行一段便分道扬镳，也有人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依然牵手而行。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淡化时，与其纠结于无法挽回的过去，不如学会放下，接受每段关系的缘起与缘灭，学会放下那些无法再重回的过去，珍惜当下仍在身边的人，感恩曾经出现在生命中的过客。或许我们不再联络，但彼此的故事永远是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已经足够美好。